大家好 ，Obsidian 官方的網頁截取工具，或者是稱作網頁剪長工具，它的名稱叫做 Obsidian Web Clipper， 它的功能已經越來越成熟了。在今天的影片裡面，就簡單的來介紹一下它的設定跟它的使用的方法。只要將它安裝起來以後，它就會顯示在瀏覽器的工具列裡面，到時候點擊的圖示就能夠來截取網頁的內容了。同時 ，Web Clipper 它也提供了模板的功能，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来產生出需要截取的內容。可以說它的這一些功能其實會比一般的截取工具還來得方便。以下我们就先來看一下它的一些基本功能。先來看一下它的安裝的方法，我們只要到官方網站的 Clipper 網頁 obsidian.md/Clipper 這個網站，也就可以到對應的瀏覽器的應用程式商店下載到瀏覽器的擴充。那下面我就用 Chrome 來做一個展示。首先就到 Chrome 線上應用程式商店找到 Obsidian Web Clipper， 再點擊加到 Chrome， 然後點擊新增擴充功能。安裝好以後，它就會加到瀏覽器的擴充裡面了。但是這個時候在工具列並不會出現它的圖示，因此要進入擴充功能的設定面板，找到這一個擴充，找到這個擴充以後，記得把它給固定在工具列上。因此我們就點擊了圖釘的圖示，點擊好以後，它才會出現在工具列上面。當它出現在工具列之後，就可以直接對它來做操作了。例如到了一個要截取內容的網頁之後，點擊它，它會彈出一個新的面板。這個面板裡面會出現網頁的標題，還有要加到 Obsidian 裡面所有的 properties， 那這些都是預設在模板裡面的。它的內容會顯示在下面這個框框裡面。如果你檢視了以後沒有需要做額外設定的話，就直接點擊 Add to Obsidian。這個時候建議大家先把 Obsidian 先開啟起來，這個時候 Obsidian 是在開啟狀態。那這個時候再點擊 Add to Obsidian， 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允許，這樣子它才會自動的把內容給直接貼入 Obsidian， 並且會開啟出這一個筆記。現在在這一個 Obsidian 裡面，它已經根據模板的設定把這一些 properties 都產生好了，網址也會產生在source這個欄位裡面，然後 title 就是網頁的標題，還有它的預設的標籤是 clippings， 然後下面就是截取出來的所有的內容。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實截取的內容相當的完整，而且是標準的 Markdown 的格式。透過這樣子的方法，就可以把需要的內容產生到 Obsidian 裡面，並且直接就轉換成 Markdown 的格式了。這樣子對於需要參考的網頁，就可以將它收藏起來了。Web Clipper 它比較方便的功能就是它能夠依據自己的需要來設定模板。預設的模板名稱叫做 Default。Default 的模板基本上有6個 YAML 的 property 可以讓我們來做設定，有 Title、Source、Author、Created、Description 跟 Text。假如你有不同的特性要增加的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新增一個新的模板，然後把自己需要的模板給加進來。然後筆記的內容呢，就是這個 Note Content 裡面，它是使用變數的方法來呈現的。大家也可以看到，這所有的特性都是使用變數的方法直接做截取。新的模板設定的方法也很簡單，我來展示一次給大家看。在工具列上面找到 Web Clipper 的圖示，點擊右鍵，在右鍵上面就會有一個選項，點擊選項以後，它就會開啟 Web Clipper 的設定畫面。在這個畫面裡面，就可以直接點擊 New Template 來產生一個新的模板。先來看一下這個 Default 模板。首先這個 Template Name 就是模板的名稱，還有它的動作是要做什麼動作，它有下面這些動作。我們通常就是會使用這個 Create a New Note 建立一個新的筆記，然後筆記的名稱就是使用 Title， 筆記的名稱就是使用變數，也就是標題名稱。你的筆記要放在哪一個資料夾裡面，這個資料夾指的是儲存庫裡面的資料夾的名稱，它會自動建立一個 Clippings 資料夾。想要把它放到不同的資料夾的話，就是自己把這個名稱改掉就可以了。在這邊它會根據你的儲存庫，可以讓你選擇要放到哪一個儲存庫。當你有多個儲存庫的時候，就可以從這個下拉選單裡面去選取不同的儲存庫的名稱。然後後面就是我們的 properties， 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再來新增需要的 properties。內容的部分就是這個變數 content， 要新加一個新的模板，就是直接點擊 New Template， 就會產生出一個新的 template 了。那這個時候把它改成一個我們自己需要的名稱，比如說把它叫做 My Template 1， 後面都使用預設值。那在這個地方，這個 properties 就需要點擊 Add Property 來增加新的 property。在這個地方就是要輸入變數，那這個變數可以從它的說明文件裡面去找到完整的
變數的清單。這個內容它預設就會使用 content 的變數，因為我的內容會希望我的標題一就是網頁的標題，因此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再加一個一級標題加上 title 這一個变數，到时候我產生出來的新的內容就會帶有一級標題的整個內容，後面就把後面的幾個 property 都新增完畢。最簡單的當然就是直接參考 default 的設定方法。依照 default 我們建立好了這幾個 property 以後，就可以直接來使用 My Template One 這一個模板了。由這個參考的網址就可以找到所有預設的模板的變數，這些變數都可以使用在模板的設定裡面，而這些變數以後就可以組合出自己需要的不同的模板的內容了。可能很常用的會是 author， 表示這個網頁的作者，然後它的內容會放在 content 裡面。如果你不想要使用 Markdown 的格式，你可以把它指定成是 content HTML， 那它就會是使用 HTML 的格式。然後還有截取的日期、截取的時間等等，都可以根据這一些变數來組合出自己需要的模板的內容。除了截取網頁的完整內容以外，也可以啟用 highlights 的這一個功能，只要截取高亮的部分，而不是整個網頁。來試一下這個高亮截取的部分。找到要截取內容的網頁以後，再點擊 Web Clipper 圖示，然後將它面板上面的倒數第二個圖示給點擊一下，來啟用它的 Highlight 的功能。啟動了以後，各位可以看到它上面就會出現一個 Select Elements to Highlight 顯示，這個時候就可以來選取需要的內容。假設我這一段文字需要變成是 Highlight， 然後選取好以後，它就會自動變成是 Highlight 的內容，然後接着再點擊其他的內容。好，這樣子我們就設定了幾個不同的內容了。這個時候 Web Clipper 的這個面板的內容可以來看一下，它裡面就會只出現我們剛剛截取出來的這些內容。那沒有問題了以後呢，我們就可以直接點擊這個 Add to Obsidian， 就可以將剛剛的 Highlight 的內容加到 Obsidian 裡面。我們再點擊這個開啟，各位可以看到它新產生的筆記就是只有我們剛剛截取的這些內容，這個就是所謂的 Highlight 的功能。當我們下一次再瀏覽到同一個內容的時候，原先我們設定好了這個高亮的內容，它一樣會自己會呈現出高亮的狀態。這個是 Web Clipper 這個擴充它很方便的一個功能。今天就是介紹了 Obsidian Web Clipper 這一個瀏覽器擴充給大家，相信這一個擴充可以對大家在做網頁截取的時候增加了一些方便的地方。但是請各位記得，這個截取的內容，如果你沒有再去理解它，並且對它做一些自己理解的內容的話，截取的內容會隨着時間而逐漸被遺忘，這樣子就無法達到知識管理的更好的功能。因此建議大家還是比照卡片和筆記法，對這個截取的內容呢要做一些重點的摘錄，這樣子會對於將來的使用會有更大的幫忙。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技巧對於你在制作筆記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